海贼王里那些共用一个声优的角色，海贼王里至今一共出现1000多名角色，如果每个人物都配一个声优，显然不实际。这个时候就轮到声优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人饰演多角才是常态。而且随着声线的变化，很多人的角色差异之大，让人感到抽象。艾尼路的 CV 身川智之，同时他还是章鱼小八的声音啊。仔细听一下的话，这后音确实是。不过从空岛至高神到呆萌章鱼烧，这角色差异堪比空岛到愚人岛。陆琪的 CV 官至一役，刚登场的时候，陆琪的鸽子会代替陆琪说话，被娜美认为是陆琪的腹语，把路飞乌索普看得一愣一愣的。结果这个鸽子还真是陆琪的声优配的。黄猿的初代 CV 石冢运生，二舅的声音可以说是经典，不过他还是索隆的师傅双月耕四郎和全军总帅冈古空的声音。もしもし、こちらキザル。いやいや、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よ。せめてお前もそうしてくれ、戦国。不得不说，二舅正经起来是不是还挺正经的？黄猿的戏路宽道，真不愧对于影帝的称号。另外，黄猿的2代 CV 志年龙太郎，他也是个大佬。他不仅是灌篮高手里三井寿的声优，同时还是海贼王里卡库的声优，这差别也是挺大的吧。わしが行こうか、杯。工場内は関係者以外立ち入り禁止じゃぞ。赤犬的 CV 立木文彦，同时他还是那个把鹰眼惹到千里追杀的提督克里克的声音。望み通り、バスターコールじゃ。鷹の目よ、てめえはこの俺の首を取りに来たんじゃねえのか。赤犬的声音还是挺有辨识度的，一听就是那种纹着大花背在澡堂里一人独占一个水池的狠人。他配的角色很多也是这种风格。老沙的声优大有龙三郎，老沙在和之国的业务还挺繁忙的。他不仅是光月寿喜烧的 CV， 老沙兼任的另一个角色真的挺搞的，他是白胡子的2代声优。久しぶりだな、白ひ。元気そうだな、ロジャー。白胡子的初代声优于2019年去世，从和之国开始，白胡子就是老沙了。所以老沙的嘴就是白胡子的嘴，现在老沙终于可以用实力让白胡子闭嘴了。还有一个比较搞的就是熊的 CV 酷秀行，熊的声音特别温柔温和吧，尤其是和波妮的经历，但他还是文斯莫克加治的声音。旅行するならどこに行きたい？私がお前の父親であることは。好家伙，熊给了波妮一生的温柔，反手就给了山治一世的阴霾是吧？一个人拿捏了海贼王里差别最大的俩爹。另外这里小山治的 CV 还是乔巴的声优大谷玉江。剧场版黄金城里德索罗的 CV 山路和红，在主线里他也是赛鸟尔的声优。德索罗和赛鸟尔的深情倒是有些相似。大妈的3大魂器拿破仑、普罗米修斯、雷云宙斯，外加赤鞘九侠里的和松，这4个是水岛玉一个人配的。何ママ、撤収、寝てるのに。カッパの川松、ただいま参戦。鹰眼的现任声优挂川玉彦，平时鹰眼的声线很高贵很高冷吧，同时他还是分槽头的那个偷笑手下汉堡的声音，也是那个把熊当坐骑的天龙人罗兹瓦德胜的声音。お前は敵に教えをこうというのか。おばあちゃん、親指、いやおばあちゃん、七部会の奴隷は便利だえ。虽然声优都是怪物，但当知道他们配过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角色后，还是觉得有点震惊。香波地群岛的假草帽一伙，抽象的形象下，草帽一伙原班人马的声优互相客串，所以假草帽团其实也是真草帽团。当然草帽一伙的声优平时应该是待在录音棚里最久的，所以他们也免不了顺手配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乌索普的 CV 山口胜平配的骆驼睫毛，山治的 CV 平田广明配的卡鲁亚。おいカル、お前も来いよ。生っちょろい体を鍛えるにはもってこいだぜ。索隆的 CV 中井和哉配的甘福尔的那只吃了麻麻果实的鸟。娜美的 CV 冈村明美配的那只很可爱的猫兔昆贝，以及空岛上那只很可爱的云狐修。慎平的现任 CV 宝龟克兽，同时他还是另一个元气乌海莫利亚的声音，这声线的变化真的有点子离谱了。这里要着重提一下弗兰奇的 CV 是尾一树，同时他还是赞高和小冯的声优。虽然小冯上传的呼声很高，但小冯表示我现在在推进城过得挺好，我的声带已经替我上传了，勿念。要说海贼王里最特别的一个声音，那就是旁白君了。这位旁白声优是谁？其实大家很熟悉，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为大家介绍信息，主要是介绍关于草帽团的居多。懸賞金9400万ベリー。看过一个比较搞笑的是说旁白是尾田自己配的，那看来尾田老师平时例行休刊是因为还有份兼职啊。其实这个旁白是斯摩格的声优大场真人，好家伙，旁白还真的是现场真人。
懸賞金9400万ベリー。行かせるわけねえだろ！怪不得斯摩格跟草帽一伙这么暧昧，原来烟鬼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草帽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罗杰的初代声优大冢周夫是黑胡子的声优大冢明夫现实中的父亲。好的，原来艾斯真的不是罗杰的亲儿子，黑胡子才是。不过当打开一个声优的作品简介，很多声优在一部作品里担当多个角色的 CV 是常规操作。草帽团里尤其是乌索普的 CV 山口胜平跑了一堆龙套，甚至还配过电话虫。山口胜平大神不愧就是乌索普本人了。当然山口胜平还不是最多的，一个叫藤本龙宏的声优在海贼王里跑了100多个龙套，基本上都是部下 A 射源 B 岛民 C 之类的，就差个萌七 D 了，这也算一种牛逼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声优们一定要熬过尾田啊，毕竟现在声优越来越多的是一人兼任多角，这也意味着一个声优没了，可能就是一尸几命的结果。每次更新赏金后，草帽一伙各自的心理状态。每次更新悬赏令后，草帽海贼团真的是几人欢喜几人愁。当然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悬赏令的心态并不是没有变化的，数字就不断暴涨的经验值。首次悬赏3000万的时候，路飞就很开心，虽然这次只悬赏了路飞一人，但还有2个人对此反应强烈，乌索普和山治。其实乌索普很怕自己被悬赏，但这次很特别，他并没有自己的悬赏令，却在路飞的悬赏令上免费蹭了一个后脑勺，因此沾沾自喜。山治相反，因为乌索普的炫耀，山治自己又没有被悬赏而在生闷气。第二次阿拉巴斯坦，路飞1个亿，索隆6000万，这一次是在准备登空岛的时候，悬赏令信息是黑胡子展示给他们的。后知后觉，路飞一如既往的炸裂高兴，振臂欢呼。索隆也是非常开心，并说道：“才6000万贝利啊，还不够吧？”看来索隆自信中还带点小不满意呢。山治觉得这次应该有自己了，让乌索普好好看看。结果这次依然没有，山治很失望。司法岛结束后，草帽一伙全员有了悬赏，这次就精彩多了。路飞飙到了3亿贝利，这一次路飞更加的开心。索隆1亿2000万，依然稳重自信的扬了扬下巴。罗宾8000万贝利，只涨了100万的罗宾对此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山治、娜美、乔巴他仨直接崩溃。首先山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悬赏令7700万，可这并不是山治想要的。路飞还安慰山治，第一次拿到这个数的赏金已经很棒了。路飞不知，相比于赏金，山治更想要一张起码正常点的肖像，以至于不会沦为全世界 lady 的笑柄。娜美1600万，作为胆小组的主力，显然他承受了他这个心态不能承受的压力。但是娜美的照片都是被当写真骗拍的，照片好看也算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乔巴50，就像乔巴吐槽的，我也像个勇敢的海贼一样去战斗了呀。确实，乔巴命都拼了，到头来连个棉花糖都换不了。乌索普当时不在场，但可以想象乌索普先是惊讶，然后就会长舒一口气，因为悬赏的是狙击王，关我乌索普什么事儿？再就是戴着面具，鼻子上缠着绷带，起码没有被通缉到真实长相。不过乌索普还是低估了自己鼻子的辨识度。弗兰奇4400万，弗兰奇当时不在场，不过他也属于喜欢涨价的狠人。在愚人岛，霍迪琼斯展示了路飞顶上战争后4亿的悬赏令，显然霍迪的话路飞是一句没听进去，只是高兴自己的身价又涨了。得岛期间，因为乌索普的操作，明哥把巫神单拎出来悬赏5亿，直接是不光把乌索普吓傻，所有人都傻了。对于乌索普来说，越不想要的名气反而越能沾上。得岛不过想必山治的心态会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他能猜到只许活捉里面的危险端倪。蛋糕岛之后，路飞和山治的赏金更新，不过最被搞了心态的是路飞，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兴奋，因为少数了一个0，以为自己的赏金降了，差点丧失了对冒险的信心，就等于是辛辛苦苦练起来的号说封就被封了。还好船上有时数的。不过海军可是差一点就掌握了兵不血刃打败路飞的诀窍。山治的3亿3000万赏金，那必然是过年了。但是呢，好消息赏金比索隆高，坏消息名字前面加了文斯莫克，可以说是悲喜交加了。和之国结束，也就最新版悬赏，路飞4皇加30亿的悬赏，这表情显然尼卡后遗症还没有消失。乔巴暴涨10倍，但他的心态很复杂，虽然涨幅最大，但总感觉和伙伴的差距越来越大。娜美这一次心态倒是不怕了，因为财迷的最高境界就连自己的赏金都眼馋，再涨的话怕是要去自首领钱了。布鲁克虽然年轻时就被悬赏了，但还没见过他的反应，看来他也对赏金上涨很高兴。弗兰奇的悬赏令，第一次是自己，第二次是弗兰奇将军，勉强说得过去，这一次直接就是桑尼了。悬赏自己的悬赏令，赏着赏着自己人没了，弗兰奇心态濒临崩溃。乌索普这一次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涨得真的扛不住了，明哥版悬赏令已成现实。罗宾和索隆是从头到尾最稳的，罗宾是完全没有在关注自己的悬赏金，而是在专心为乔巴棉花糖。索隆稳重之余还不忘嘲讽山治，这下好了，7号之外又有了4号的外号。盛平除了有点懵逼，倒也很平静，毕竟元气无海。山治嘛，他的悬赏令真的是没有一次能让他好好高兴一次的。不过倒是期待这一次山治的照片有没有变，帅气一点的话，那兴许还能平衡一下心态。海贼王里那些大佬小时候的样子，海贼王里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大佬都有相当完整的人生经历和童年状态。首先罗杰海贼团里有2个小可爱，红太狼和巴基次郎，2位也是如今大海上响当当的4皇。巴基和小时候的变化不是很大，
红发外在变化比较大，当年的他还没有后来的冷峻和霸气，更多的还是孩童时期的可爱单纯。罗杰团还有2个宠物，猫蝮蛇和犬蓝，他俩如今虽然是佐屋的2位老大，当初被玉田救了的时候，差点和小时候的和松一起，他仨被人当怪物烧死，看起来也是挺可怜的。后来跟随玉田从白团偷渡到罗杰团的时候，就大了许多了。白胡子海贼团，马尔科虽然是船医，但他小时候在画海图，看起来非常好学且全能。小时候的乔兹块头就很大了，经常在街上偷东西解决生存问题，别人还拿他没办法，因为他跑得太快了。这个在后来顶上战争中也有表现。双刀流剑士比斯塔从小开始练习剑术，练习的也是西洋刀，不过那会儿还是1刀流。乙藏出生在舞蹈世家，家道中落后，只能和弟弟菊之城在大街上跳舞维持生计，忍受过许多冷眼。出生在混乱国度的白胡子，小时候已经是孩子王了，靠着体魄和实力缴获了许多武器财宝，甚至还有玩具。唐吉诃德家族明哥团的人大多童年时期都挺惨的，明哥自己不用多说，这里面大多数人脸上都挂着彩，不是刚揍了别人，就是刚被别人揍了。尤其是乔拉，看着就能联想到一个从小热爱画画的孩子，逐渐被现实打败，无奈去当海贼的辛酸故事。猿王下七武海，小时候的慎平就已经开始刻苦练习愚人空手道了。慎平也是愚人街混出来的，经常是遍体鳞伤。鹰眼也是自幼练习剑术，那时就已经拥有樱木般锐利的眼神。莫利亚小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僵尸玩偶，并且开心的将其肢解，看来莫利亚这个恶趣味打小就有。女帝小时候显得有些呆呆的可爱，颜值方面也从小底子就可以。老沙是这里面打扮的最板正的，而且小时候的老沙长相很清秀，说老沙是女儿身也不是不敢相信。熊小时候手里的书还不是圣经，而是一本单词本，砍柴的路上也不忘看书。明哥小时候就已经展露放荡不羁的气质了，这一看大概就是刚刚查价回来。小时候的黑胡子看起来好像也是有什么委屈，不过他确实拥有不用睡觉的神奇体质。超新星小时候表现出来的特质几乎也就是他们今后的走向了。阿普音乐家，罗医生，基拉喜欢吃意大利面，德雷克的父亲是一名原海军，贝基的黑帮爱好，后半仙的塔罗牌，波妮从小就能吃，基德的机械玩具，乌尔基留着和尚头。海军本部，路飞的气质无疑就继承了爷爷卡普。小时候的卡普一手拿铁管，一手扛宝箱，骑着一只老虎，他俩头上还各有一个包。战国小时候好像就有了统帅气质，从小就是爆炸头，显得非常老成。然后三大将，黄猿从小看起来就是个乐天派，但他非常好学，是个学霸，后来担任了海军科学部队统帅。赤犬戴着正义的帽子，拿着刀，似乎刚经历过战斗，小时候应该就对海贼苦大仇深了。青雉也非常落魄，小小年纪就背起了行囊，拿着酒到处流浪了。莫利亚海贼团，霍古巴克也是从小就展现了医学上的天赋。阿布萨罗姆小时候非常瘦弱，想要变成像狮子一样强壮，结果后来他就变成了强壮的缝合怪。辛朵利生前是一个舞台明星，看来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舞台上表演了。佩罗娜小时候也是非常可爱，那会儿的库马西还是只真正的活的宠物。草帽大船团，这里面最搞笑的就是巴托洛米奥，他小时候好傻，不过巴托手里拿着一个中奖的签儿，原来他从小的运气就爆棚。然后就是熟悉的草帽海贼团，在一张大彩页上有过草帽团成员和自己小时候的对比，很特别。里面的他们自然也是非常可爱，不过小时候最可爱的感觉是罗宾，安静机灵懂事，还有点呆呆的。所以海贼王里对很多人的童年进行补充，堪比强迫症一样的存在。但看习惯了他们长大的模样，这种小补充也挺有意思的。草帽一伙每个人非常爱惜的东西，在冒险路上，草帽一伙会有让他们视为珍宝的东西，精心保养必不可少，而这些东西往往也有让他们爱惜的理由。乔巴除了爱惜希鲁鲁克送他的帽子，还有就是狙击王的签名。海上列车上，乔巴跟狙击王要的这一段虽然非常搞笑，但是乔巴却一直把这份签名视为珍宝，在他心目中，狙击王就是英雄偶像般的存在。大家搬到桑尼号上后，这个签名就挂在了乔巴诊室的墙上，很久之后还在呢。原来乔巴一直收藏着，不管路飞有没有认出狙击王，反正乔巴肯定是没认出来。索隆和他的佩刀，在很多场景中都可以看到索隆在用类似白色棒棒糖的东西打粉棒在保养爱刀，其中河道一文字代表古伊娜，还有2次声泪俱下的誓言，必然是重中之重。当然其他的佩刀索隆也一样珍惜，在鬼岛3代鬼彻快要掉下去的时候，索隆甚至舍身救刀，也多谢被靳老师把索隆连人带刀给踢上来了。血走虽然在战斗中被秀掉了，不过索隆还郑重的给刀搞了一个葬礼。在鹰眼那里，索隆学会了更能爱惜佩刀的办法，缠绕武装色淬炼黑刀，所以索隆之后再出现血走的那种情况概率就不大了。山治的双手，作为一个厨子，山治不止一次表示双手就是厨师的生命，所以打架也从来不会用手打架。在哲普老板那里学到了终身受用的踢技。在蛋糕岛，吉尔玛为了控制山治，不仅用海上餐厅作为威胁，还给山治戴上了爆炸手环，死死拿捏住了山治。不过雷九还是足够理解和了解山治的，已经事先把爆炸手环给换成了假的。还有就是食物，爱惜食物也是山治的厨师精神之一。除了能把边角料做成顶级美食，在吉尔玛浪费食物的时候，就可见山治对食物的珍视。布鲁克和他的骨头，在恐怖3人帆船的时候，被抢走影子的布鲁克很怕见到光，不然就会灰飞烟灭。虽然说只剩灵魂的话，布鲁克应该也不会消失，但却会永远失去自己的身体。所以布鲁克平时非常注重保养骨头，
牛奶是布鲁克必不可少的饮品，喝完之后就感觉满血复活了。而且牛奶在海贼世界里有奇效，非常适合路飞和布鲁克这种牙齿经常被打掉或者骨头经常损耗的人。乌索普爱惜梅利号，大家都很重视梅利号，不过也许只有乌索普还有另一层感情，那就是代表故乡和可雅。开着梅利号回到希罗布村是乌索普最希望的结局，所以一路上乌索普一直对梅利号修修补补。在修船这方面，乌索普并不是很专业，但他也尽力了，足够看得出乌索普非常爱惜梅利号。娜美和她的橘子树，代表贝尔梅尔的橘子树被娜美带到了船上后，娜美一直好好照料。当然这里面也有山治的一份功劳，因为山治是橘子园的保镖。从司法岛回来，娜美一直蔫蔫的，因为她的树不见了。之后物归原主后，娜美瞬间就高兴起来，过去直接紧紧抱住，这脸变得可真快。弗兰奇除了爱惜自己那仅有的一条裤衩子，还爱惜桑尼号。虽然相比乌索普，弗兰奇对船表现的好像并不是那么担心，这也恰恰是弗兰奇无比相信桑尼号的体现，相信它是可以征服伟大航路的梦之船。弗兰奇的爱惜更在于平时闲暇时间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弗兰奇却经常留在船上给船更换能源或者检修一下。罗宾爱惜关于历史的一切，这应该是奥哈拉人的共同点，不惜生命也要保护历史的意志。罗宾每次看到遗迹或者历史正文的时候都很高兴，不光是轻轻触摸，痴迷的研究一番。在左屋那次，罗宾直接就是蹦蹦跳跳跑过去了，真的是很可爱了。慎平和愚人岛在加入草帽团之前，慎平一直是把愚人岛放在第一位的。从泰格死后，慎平就渐渐的成为愚人岛的带头大哥，但他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一直以来慎平都在为愚人岛的安危而奔波，直到将愚人岛的事情尘埃落定后，带着愚人岛的报恩正式加入草帽海贼团。路飞爱惜的自然就是草帽了，毕竟这顶草帽严格来说还不完全属于路飞的，还包含和红发的那个重要约定。在草帽破损后，心灵手巧的娜美会给路飞修补，修好后路飞就很高兴。所以草帽一伙平时爱惜的这些东西，不光是自己喜欢的，还总会有另外的意志，或是约定，或是寄托。草帽一伙加入时，亲朋好友都送了哪些礼物？草帽团很多人加入时都是喜中带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是喜，但这终究也是一场和故人的离别，所以很多伙伴的亲朋好友也会送上一些念想。乌索普加入前，因为大家击败了黑猫海贼团，对可雅有恩，可雅小姐主动提出送一艘船给路飞他们，这就是管家梅丽亲自设计的梅丽号了。梅丽号也陪伴草帽团走过了一段惊险但快乐的冒险历程，她也永远是草帽团的一员。山治告别时，之前娜美把梅丽号给开走了，一伙人苦于没有前往可可西亚的工具，那自然是海上餐厅的伙计们送了条船。这艘绿色条纹的船虽然没有梅丽号大，但也足够遮风挡雨。只是这个送行礼物并没有存在太久，可以说这是草帽团第一艘飞起来的船，他们居然把船开飞了，然后还撞到了索隆，这艘船就这么报废了。娜美临走时，姐姐诺奇高把自己的手镯送给了娜美，所以可以看到娜美手上的穿戴，除了记录指针外，还有姐姐给的那个镯子。另外，娜美从橘子园里移植走了3棵橘子树，这3棵树对娜美也非常重要，毕竟代表着贝尔梅尔。当然，娜美临走时还顺走了全村人的钱包作为启动资金。虽然大家嘴上骂骂咧咧，但心里非常替娜美高兴，因为娜美去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去了。钱包送行，想必大家也是很乐意的。乔巴加入时，朵莉尔姨娘用希鲁鲁克临终前的发明给乔巴送行，这是朵莉尔姨娘给乔巴的礼物。乔巴看到后嗷嗷大哭，原来这就是治愈的奇迹樱花。这里乔巴有希鲁鲁克的一个夙愿终于实现的欣喜，也有没想到姨娘用这种方式跟自己告别的意外，也有对这漫天粉红色雪花的美丽震撼到，更是对姨娘的不舍。此后乔巴的技能里也有一些以樱花命名来致敬希鲁鲁克。弗兰奇加入前说想给草帽一伙造一艘梦之船，当然弗兰奇心里是想和路飞他们一起走的，只不过并没有讲出来。冰山和工头们知道后齐心协力下，复杂的桑尼号只用了3天3夜就造出来了。这艘梦之船也代表了水之都的心意。另外冰山还送给了草帽团的新船一个最合适的名字，因为他们起的名字都太非主流了。最重要的是小弟们其实已经看穿了弗兰奇的念头，无论如何也要逼老大这一刻要为自己而活。离别之时也恰好罗宾拿捏了一手，让弗兰奇看起来是为蛋而哭，但其实那都是不舍的热泪。慎平在蛋糕岛加入，这个告别氛围就和之前的那些不一样了，毕竟还处在尚未脱离险地的时刻。太阳海贼团的兄弟们也为老大送上最壮烈的践行，那就是阻拦大妈海贼团的追击，掩护草帽团撤退。只不过慎平老大还是放心不下小弟，脱险后重新回去，选择了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好在再次归来的慎平安然无恙。路飞出海的时候，风车村的人给他送行，然后还有条小船，有个桶，虽然没有太花哨，一切从简，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桶却不简单，可是救了路飞的命。幸好送行人里面没有卡普，这会儿卡普应该还在上班，不然送给路飞的就邦邦2拳。还有3个比较特殊的，罗宾、布鲁克、索隆。罗宾倒贴上船，布鲁克秒同意。他俩上船的时候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众所周知，经历所致。可索隆呢是最特殊的，他有到场的师徒，但是索隆却找不到回村的路，就直接跟路飞混了。也难怪索隆是个开局大礼包了。不过话说回来，再好的礼物不如和亲朋好友好好道个别。草帽团一路上最棒的收获，永远都是那个上船的伙伴本身。海贼王里那些无处不在的元素，
说到哪里都有他，那必然少不了海贼王里谜一样的存在熊猫人。熊猫人在里面经常混迹于海贼、海军、路人，甚至小商小贩中，不管刀山火海都有他的身影。某种层面，熊猫人比海贼王还牛逼，因为上到万米空岛有他，下到海洋万米也有他，铜墙铁壁的推进城里有他，与世隔绝的和之国也有他。他还参加过顶上战争，欺负过小时候的多弗朗明哥，而且熊猫人还有悬赏令，虽然只有3333333倍利，但总感觉熊猫人在海贼王世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在女儿岛还曾经出现过一只女熊猫人，她叫人美，是熊猫人的心上人。除了熊猫人，还有个和之国迷之木匠老头。弗兰奇进入和之国后，在他手底下干活。不过这个木匠早在第1卷其实就登场了，他看到坏的门就会忍不住上去修，据说被山贼王踢坏的门就是他修好的。随后出现在罗格镇的街道上，还和山治搭话。然后他又出现在千年龙篇送行的人群中，在慈古岛也有他，当时正在修被朵莉尔姨娘锤坏的门。很久很久之后，老大爷终于混到和之国了，这也是个牛逼的神人。相扑熊猫和犯人牌这2个海贼王里的潮牌，犯人牌的创始人帕帕古，他的衣服 logo 有2种，一个是带疤痕的星星，一个是人鱼剪影。这个品牌在愚人岛自然是家喻户晓，人鱼凯米、章鱼小巴，还有愚人岛很多居民很多人穿，还有白胡子海贼团的一个愚人队长也在穿，其影响力也是名扬四海。其实草帽团早就和犯人牌结缘，路飞的泳圈，索隆的 T 恤，到了愚人岛开局没多久，草帽团就把帕帕古的店给收刮干净了。此后草帽团自然是更多的穿上了犯人牌衣服，也不止一次在大扉页里集体穿上这个牌子的时装。另外司法岛之后，卡利法在小镇里购物买的新衣服也是。然后是东海走出来的相扑熊猫牌，同样是名扬四海的高端时装。相扑熊猫比犯人牌出现的更早，很早的扉页里，娜美的吊带、薇薇公主的包包都是这个品牌。索隆慈古岛时期的长款冬装上面有 DKP 的字样，正是相扑熊猫的缩写。当然这个牌子的产品经营好像很广的样子，还有这个牌子的碗和睡帽以及足球。小巴和凯米也用过相扑熊猫的围裙，而且相扑熊猫的实体店还开进了德索罗的黄金城里，一整个富丽堂皇。在愚人岛帕帕古的一番话，犯人牌和相扑熊猫似乎还存在相当激烈的竞争关系。在愚人岛那自然是帕帕古的主场，奇奇怪怪的生物在任何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些物种，它们像是被裁缝拼接过一样。比如在陆地上可以看到咯咯狐、公鸡一样的狐狸，还有狮子猪、兔子蛇等这样的。在海里还有海王类，它们可以长得像牛像马，可以说是长得非常随机了。报纸作为海贼世界里为数不多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空岛和和之国这样的地方，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在送报海鸥那里买到一份报纸，甚至在推进城里的民哥都可以拥有看报纸的权利。在上面可以看到朋友亲人，甚至一些掉线很久的人的一些消息，甚至扉页故事也会刊登在上面。但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报纸上的内容也是一天比一天离谱，要不是亲眼所见，一定会觉得这些都是假新闻。就比如民哥。然后是悬赏令，那有报纸的地方，悬赏令更新后也会随报纸传播向世界各地，亲朋好友也会更直观的看到他们阔别已久的变化。但是干巴巴一张照片通常也会引起一些误会，像路飞这种照片变化小的还没什么，弗兰奇的悬赏令德岛时期变成了弗兰奇将军，冰山他们看到后就已经在默默感叹，弗兰奇你终究还是不打算当人了。这一次弗兰奇的悬赏令直接变成了桑尼，可以想象这操作在冰山他们那里最后是有多变态了。弗兰奇的那些潮流穿搭，娜美穿的清凉，罗宾穿的成熟，而弗兰奇是二者兼备。布鲁克天天想看胖子，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弗兰奇初登场的形象很难说是个好人，因为正值水之都的假面舞会，弗兰奇戴了一个诡异的面具，穿了一身星星印花的袍子，这个穿搭怎么看都像是个坏蛋。之后弗兰奇露出了他的真实穿搭风格，飞机头、小墨镜、大金链子，印满棕榈树图案的热带衫，然而下半身只有一条胖子，这就是上半身成熟下半身清凉的怪异穿搭。不过弗兰奇更像是在度假的，后来知道他这条从小到大就没换过，且只有这么一条，他从小就养成了这种穿搭风格。到了恐怖三人帆船，弗兰奇换了一件带有恶魔叉子的印花开衫，倒是非常应景。香波地群岛期间的紫色印花开衫依然是度假风，只不过这么单薄的一身之后毫无准备的被拍到了一座东岛，老大爷认为弗兰奇是被人给打劫了。2年期间弗兰奇被炸得面目全非，每次要说点什么事儿，老大爷一家就会因此被吓到，所以弗兰奇索性披了个老虎皮遮住了脸，也就有了这一身变态穿搭。因为不慎被火炉引燃，还引发了未来国巴尔基摩亚的燃烧兽灵传说事件。2年后，弗兰奇居然又换回了他那件满是热带树印花的开衫，不过因为肩部大改造的原因，这件衣服已经套不下了，准确的说，这已经是一件马甲了。他的裤头从蓝色变成了红色，很难不怀疑，以弗兰奇的变态作风，他只是在外面涂了个色，而根本没有换。这身穿搭一直贯穿愚人岛，在冰火岛，警卫们给大家编出了款式差不多的棉衣，其中因为互换身体的缘故，拥有乔巴装扮的弗兰奇更是别有一番特色。在宴会上，弗兰奇换了一件印有 BF37 的棉衣，编号1到35是他小时候造的战舰，36是2年前的自己，37就是现在的自己。然而弗兰奇还搞了一个熊耳朵的发型，不怕猛男很变态，就怕猛男会卖萌。
但最迷惑的还是弗兰奇上半身在冬天，下半身在夏天，见怪不怪的一个身子相隔南北两半球。去德雷斯罗萨的途中，弗兰奇又换了装扮，就是那个旷古烁今的双麻花辫发型，上面还有蝴蝶结发卡。那件背心上印有 JKLMNOPQ 的顺序字母，但唯独把 JK 放大，一股变态的气息扑面而来。弗兰奇德岛和佐乌的穿搭其实还是很帅的，德岛的黑西服红底裤，中途换过大炮头，和塞缪尔上演硬汉对决。佐乌的大背头加一件暗绿色短袖，上面的 HT 代表亨胎变态，大概就是我是变态，自我感觉良好的意思。和之国的弗兰奇有3套穿搭，一个是开始伪装成和之国木匠，传统木匠服，上面写着港友2字，就是那个跟熊猫人一样无处不在的木匠老头，早在第1卷就登场了。第2套是武士装扮，一直到和之国结束。第3套是穿插在中间的，由小锦服装店提供的百兽海贼团维京特色装扮。在去弹尖岛的途中，弗兰奇换了2套衣服，一套是带有铁士字样的背心，并且腰间还挂了一把刀，还有一套是熊耳朵棉衣。这个款式似曾相识，在冰火岛罗宾也穿过这种可爱的衣服。然而最惊讶的倒不是弗兰奇穿裤子了，而是他既穿了裤子又穿了鞋，好违和。要知道在东岛的时候，老大爷要给瑟瑟发抖的弗兰奇一条围裙，都被弗兰奇以有辱自己变态之名拒绝了。看来在科技乐园里，男人的浪漫是足够有诱惑力的。虽然在主线里弗兰奇很有可能就没换过裤头，但在剧场版里弗兰奇的短裤好像根本换不完。强者世界里不管是星星印花的还是纯色的， Z 和黄金城里面就是主打一个猛男配骚粉。狂热行动开始，弗兰奇好像在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某种角色。狂热行动先是一套工匠造型，后是一套斯巴达勇士造型，而 Red 的剧场版弗兰奇直接把自己改造成了大音响，身体上还有各种接口，之后是墨西干、面罩、铆钉、朋克元素，这一系列还是相当炸裂的，越来越不像人，正是弗兰奇所追求的。以上这些都非常不错，因为一眼看上去就是变态。当然弗兰奇还有2种特别的穿搭，一个是弗兰奇将军，这也算是弗兰奇非常炫酷的穿戴设备，还有就是跟罗宾的一些迷惑穿搭，像德岛宴会上就他俩穿了相同款式的背心，还有扉页里也经常搞事情，也难怪他俩经常传出绯闻了。弗兰奇的这些不正常穿搭加上百变发型，总是能给人一种要说多好看这算不上，但却过目难忘的感觉，所以弗兰奇也是草帽团里穿搭风格最骚气的存在。海贼王最变态的是越变态越有人爱，在海贼王里，变态不仅不是个贬义词，对极个别人来说甚至还是一种捧杀。海贼里有很多开始看起来是个变态，当然也确实是，但后来觉得变不变态无所谓了，但本人真的很有魅力，讨人爱。海贼王里有这样一群新人类，也就是人妖了。小冯刚登场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登场的人妖，当时疑惑海贼王里还有这节目，而且打扮得很怪异，除了有点自来熟没觉得啥。不过打败老沙后，草帽一伙回到船上的时候，索隆让小冯往边上稍稍，小冯还很礼貌。再就是为了当初欢乐的友情，主动帮草帽团引开了海军，之后在推进城里和路飞重逢。如果没有小冯的话，别说路飞，整个越狱大队一个都跑不了。当然路飞也为小冯无意间觉醒过一次霸王色，可以说路飞也真的当小冯是伙伴了。小冯的运气也没有很差，不仅没有死，现在还在小一万之前的地方过得很开心。说到小一万，也是路飞的救命恩人。如果说小冯也就是身份奇葩了点，而小一万是不仅人恶趣味，果实能力更恶趣味。不过后来觉得在可爱面前，变态好像都不是那么耀眼了。小一万这个顶级社牛，不管在麦哲伦还是赤犬还是慎平这些大佬面前，都能不正经的耍宝，技能都特别沙雕，但好像非常实用。在推进城和另一个变态小萨蒂上演了一出变态之间的对决，一个擅长鞭打，一个擅长捆绑，史上最虐的打斗。那场面麦哲伦看了也是很沉默的。虽然这2人是货真价实的变态，但相比这个，感觉更多的是都很有趣。不过话说，革命军的变态真的很多，除了小一万和他卡马巴卡那帮手下，北军军长乌鸦他是怎么做到看起来既变态又很帅的？东军军长贝洛贝蒂上半身好像没穿，下半身我猜也是对称的。南军军长一直会玩高科技的狸猫，还有4大军队长的手下看起来也不是正常人。当然这些可以勉强不算，但西军军长莫里好像真的是个变态，长相身材都非常魁梧，但是下半身穿了超短裙和泡泡袜是什么鬼？这种变态程度就好像是凯多穿了身 JK， 而且还会妖娆的舞裙子的那种。莫里的说话方式还有伙伴对他的调侃都非常耐人寻味。革命军汇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卡普和路飞身边好像都是这种人，所以严重怀疑龙的真实性格也逃不出家族 buff。 海贼王里经常会出现一对高度相似的对手的对决，当然也包括变态。如果说小萨蒂和小伊万是一对变态女的互相折磨，那弗兰奇和塞纽尔就是一对变态男的浪漫。不怕变态多变态，就怕变态懂浪漫。其实第一次看到塞纽尔登场的时候，没想到他是真人真事儿，只是根据以往的规律，见怪不怪的把他归类到了海贼王里变态中的一员。何况弗兰奇第一次见塞纽尔的时候就称呼他是变态，官方认证了属于是。不过后来都知道了，说塞纽尔是海贼王里最深情的男人不过分吧。他和弗兰奇的对决中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招式，但是看得很爽。最后呢，一个喝可乐的人答应愿意陪你喝酒，属于是2个变态真男人的相惜和共情了。
所以都说尾田不懂海贼王，但是真懂男人的浪漫。现在来看，里面的变态都各有魅力，他也是很懂变态的。草帽一伙那些可可爱爱的小习惯，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标志性的小习惯，就是那种出现次数不是很多，但不经意间透露着可爱的。首先，路飞很喜欢拍别人的后背，而且拍起来就是啪啪啪一顿狂拍。大概有2种情况，一种是特别高兴的时候，逮住谁拍谁，在快进入伟大航路的时候，因为过于亢奋，拍完山治拍索隆。第二种是夸赞别人，路飞会用拍后背的方式来表达。在弗兰奇介绍船坞系统的载具后，路飞表示非常喜欢，对弗兰奇咣咣一顿拍，然后弗兰奇突然一个经典动作把路飞给撞倒了，严重怀疑弗兰奇是故意的。然后见识到人鱼凯米能和鱼交流，并让鱼群在海里画画的时候，路飞也拍了凯米。还有娜美被猫狗夸赞是了不起的航海士，路飞虽然不懂，但是觉得自己选的航海士肯定是最棒的，又是对娜美一顿猛拍，不出意外被娜美给打了。山治喜欢撅屁股，山治一郁闷的时候就喜欢撅屁股，而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总是跟他过不去的悬赏令了。第一次是喜提全世界最丑悬赏令，第二次是因为名字上带了文斯莫克，第三次就是最新的悬赏金被慎平压了一头。不过山治在报纸上看到维奥莱特公主的时候，也兴奋地撅起了屁股，撅得老高，多少是过分妖娆了。索隆喜欢舔刀，作为剑豪舔刀耍酷一点也不奇怪，看索隆那娴熟的舌技，估计也是平时没少舔。不过索隆舔的更多的是3代鬼彻，河道一文字除了咬在嘴里，好像从来没有舔过。当然索隆最好不要舔到河道一文字上，因为河道一文字已经砍过鼻屎了。罗宾喜欢用手托着下巴，罗宾平时喜欢坐在一旁看伙伴们打闹，或者独自思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这个非常稳重温柔的姿势，而且当初罗宾2次悄悄登上草帽团的船都有摆出这个动作，感觉很有神秘姐姐的气质。乔巴喜欢捡小木棍，乔巴这个习惯是受路飞的影响，当时在空岛的时候，路飞随便捡了根木棍，乔巴看到了觉得很好玩，后来自己也捡了一根，没想到2年后乔巴回到香波队群岛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木棍，所以怀疑乔巴是不是2年前的那根木棍根本就没有扔掉，而且在剧场版里乔巴手里也有。娜美喜欢吐舌头，娜美其实很喜欢卖萌，时不时的展示她那小舌头就是其中之一。娜美吐舌头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在动脑子了，而且大概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娜美最后的一下吐舌头，给人一种小贼猫古灵精怪的感觉。弗兰奇喜欢做他的经典动作，情绪到位的时候，小臂紧贴，身体倾斜，再加上他那句经典的口头禅。不过想做到如弗兰奇这么舒展，还是有点难度的。弗兰奇除了自己喜欢做这个动作，作为最会搞氛围的一员，他还会感染到别人一起做这个动作。你不会还要教你。除了方块姐妹，2年期间还有基东一家。这个动作原本呢手臂还要跟着转几圈，还有配套舞蹈，但是2年后好像省略了，动不动就直接开始 super。乌索普喜欢竖大拇指，活泼好动的乌索普小动作有很多，不过最标志性的还是用大拇指朝向自己，一般就是发表类似自己8000步下这种预言的时候，或者给自己壮胆的时候。还有就是添油加醋，对东海之后的伙伴讲述自己在东海如何带领路飞打败强敌的故事，这个时候也就乔巴会信以为真。布鲁克吃完饭就会打嗝加放屁，布鲁克经常性的饭后习惯。这个其实和弗兰奇的动作类似，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打嗝加放屁同时做，好像还挺有难度的。关键是布鲁克看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功能，就很神奇。每次布鲁克饭后做这个习惯的时候，都会受到山治和娜美的鄙视。慎平一懵逼就会流汗，草帽团可以说让慎平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群人，所以慎平在认识路飞到加入草帽团这期间，懵逼流汗次数逐渐递增。每次懵逼，慎平都会显得很呆，再加上反射弧有点长，什么事儿慎平总要默默思考一下，这是什么神操作，而且时常伴随着流汗的表情。所以草帽一伙好像每个人都有非常贴合他们个性的小习惯，不是很经常出现，但是都是些不经意间的可爱。接盘侠赤犬头都大了，战国之前说风凉话，元帅不好当吧，赤犬现在是真的感受到了这个元帅当的水深火热。外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光是海军内部就是内患无穷。海军派系比较明显，首先就是暧昧派，像斯摩格、科比和德雷克、大将藤虎，这些和路飞纠缠不清的，还有躺平派黄猿战国，顶上战争就可见都在演赤犬。舔狗派绿牛，绿牛看似和赤犬是一派，不过赤犬并不舔天龙人。党争派陆琪，陆琪表示海军什么档次敢和 CP 讨价还价。自由派的卡普更不用说，和他关系好的身边的那一帮潜力股和赤犬估计也不是一条心。政府派人家都摊牌明说海军就是个遮羞布了，反正现在海军本质上还是以消灭海贼为己任，但赤犬谁也指挥不动，海军本部各玩各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赤犬自己一人一派。其实罗杰时代落幕后，战国元帅的任期虽然有了大海贼时代，但整个大海局势还是很稳固的，海贼们几乎没有掀起什么大风浪。战国任期的后期，超新星11人外加快速崛起的黑胡子横空出世，称之为极恶时代。顾名思义，这一波人是前所未有的恶。
然后就是顶上战争后，大海格局暗流涌动，战国一看局势不对，马上就跑了，留了一堆烂摊子，赤犬当了这个接盘侠。现在外部环境才是赤犬最焦头烂额的，在处理七武海的问题上基本烂尾，海军想逐个击破，结果人家抱团了。女帝这边有雷利守着，巴基攀上了2个大爹，和四皇平起平坐。反正用赤天使完全取代七武海的计划算是破产了，而且已经撕破了脸皮，没有回旋余地。海贼们大暴动，开始黑吃黑，黑胡子团和罗团交手，红发摧毁基德团，各个地方打的是真热闹。一方面来看，海军仿佛是坐山观虎斗，想鹬蚌相争之力，但是这些头部海贼已经摊牌野心了，目标都是拉夫德鲁 One Piece， 这样只能是越打越乱，赤犬怎么管？管不了。所以相比海贼消灭海贼，海军更想要的是制衡，但是现在完全不存在了。革命军大搞事情，世界各地革命的火种开始爆燃，萨博引导了8国革命，加冕炎帝，世界最凶恶的罪犯和他蛰伏酝酿多年的家底儿，终于要揭竿而起了，这恐怕不是海军一家能轻易拿捏得了的。黑胡子和青雉的问题，黑胡子之前绑架了科比，现在卡普带队前去营救，这个赤犬应该不用头疼。但是青雉倒戈黑胡子出于什么目的？这个在德岛篇的时候就让吴老星非常担忧了。虽然赤犬表示那家伙已经不是海军了，干什么都和海军无关，不过吴老星表示你的面子无所屌位，但我们的面子很重要，赶紧去给我解决。舆论压力，现在有很多让海军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因为海贼震惊部主编摩根斯是个标题党高手，海军需要解决这几个问题：一、寇布拉刺杀案；2、2个天龙人，一个纯坏的杀人未遂，一个洗白的放跑犯人；3、还有薇薇公主失踪案。不过薇薇的下落已经知道了，摩根斯救了薇薇和瓦波尔。不过赤犬很多事情还没有想通，摩根斯反手又是搞了一篇标题名为四皇草帽小子路飞挟持被加朋克，坐守弹尖岛和海军全面开战的报道。可是呢，这个报道有多离谱？看看赤犬派谁去的，一个专门营救外甥的演员，简称救生员，全面开战是不可能的。海军和世界政府的割裂，虽然双方穿一条裤子，但毕竟一条裤子2条腿，他们之间的嫌隙还是很大的。在明哥事件上，吴老星对海军有所隐瞒，和之国事件上 CP0 和德雷克大打出手，政府跨过海军办事儿已经是常态了。在弹尖岛事件上，赤犬已经郑重命令陆琪先按兵不动，等海军到了再说，千万别和路飞开战。但是陆琪显然没有听赤犬的，闹了半天，陆琪还和草帽团合作了。海军现在和 CP 真的可以说矛盾重重，无法配合。现在来看，赤犬对下指挥不动，对上狗血淋头，对内力所不及，对外焦头烂额。赤犬真的想说，这破元帅早知道不当了，生气干。海贼王里那些从早期沿用至今的钢铁设定，海贼王连载26年，早期的一些东西或削弱或改变，甚至是消失，这也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依然有很多很重要的、很有趣的东西完美保留了下来，一直沿用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一、悬赏令。悬赏令堪称是海贼王里最伟大的设定。还记得司法岛篇的 CP 倒立值，直到陆琪卡库新篇章出现在弹尖岛的时候，都没敢再提这件事儿。倒立值和战斗力无异，如果倒立值这东西存在，海贼王的战斗力顶上战争就崩完了。但是悬赏金，大多数人的悬赏金和一个人的战斗力有一部分关系，但总归是实力、影响力、威胁程度、残忍程度等等的综合体现。而且七武海会冻结赏金，这招真的绝了。悬赏金的价值它不确定，也不容易崩坏。最重要的是有足够余地让尾田连夜改，而且还改得有理有据。数值虽然可以有零有整，不过就是个参考范围，让你参考，不把话说死。所以至今罗杰的55亿6480万依然是行业标杆，海贼王至今无人超越。从最开始到现在，每次赏金的更新都能成为里里外外大家的谈资。2. 名刀，这也是个老设定了。早在罗格镇索隆买刀的时候，凉快刀50弓，大快刀21弓，无上大快刀12弓，以及腰刀都划分清楚了。名刀的设定一方面和索隆绑定，索隆真的是开局一把好刀，其他的全靠捡。每次索隆拿到好刀都会感叹可以，这次又爆了个好装备。还有就是大佬配名刀，鹰眼的黑刀叶，白胡子的从云切，罗杰的艾斯等等，都会让人觉得逼格满满。不过至今无上大快刀都没有全部出现，这个设定依然保留着悬念。3. 生命卡，在阿拉巴斯坦生命卡的设定首次出现，艾斯给了路飞自己的生命卡。海贼王里的伏笔有很多，而生命卡的伏笔出现率印象中是100%。除了艾斯这个，娜美用罗拉给的生命卡震慑霍米兹，被熊拍飞的草帽一伙都有雷利的生命卡用于集合，只不过后来时间从3天后变成了2年后。杰克用卧底看侍郎的生命卡找到相主，得岛之后，路飞把生命卡分给了萨博、草帽大船团、贝拉米，这些人最后一定也会到场帮助路飞吧。4. 电话虫，这个小东西出现的很早，路飞打完阿龙后就出现了，后来各种各样功能的电话虫陆续出现，又有了更精致个性的私人电话虫。和之国还有当地特色的电话螺，这些小玩意儿戏份不多，但戏很足。如果海贼王里突然没了电话虫，会总感觉缺了点什么，他们已经和海贼王的世界密不可分了。5. 地质一族，早在路飞首次悬赏的时候，风车村的村长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算是给地质一族定了基调。在途中不断有人加深这种设定，朵莉尔姨娘、雷利、大妈、克拉松还有世界政府都对地质一族反应强烈，甚至被称为神的天敌。
罗也对自己名字里的帝产生好奇，想必当年把帝之意志托付出去的那个人，一定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常壮烈吧。6. 历史正文。在阿拉巴斯坦，历史正文和古代兵器的设定一并出现，这种戏份不多的破石头，却关系到海贼王里最重大的3个结果：古代兵器的下落、空白100年的真相，以及如何到达拉福德鲁。7. 恶魔果实。说实话，在这个霸气为王的时代，恶魔果实被削弱的已经不成样子，不过它依然是海贼王里最长久核心的设定。而且黑胡子海贼团肩负着果实派的使命，只要黑胡子还活着，那就要对果实能力的对拼环节保留一份希望。8. 职业与定位。海贼团的风格大概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路飞、红发、罗杰这种船员会担任自己拿手的职位，航海士、船医、厨子、历史学家什么的一应俱全。还有一种，当然私下里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相应的职位，但表面上会有头衔，比如像是百兽团的3灾6子、大妈团的将星、民歌团的花色干部、黑胡子团的1到10号船船长、白胡子团的1到16番队队长，也算是一直以来有小小仪式感的一种设定。9. 势力框架。在动漫31集七武海被首次提及，227集3大将被首次提及，314集4皇被首次提及，这是海上最强的3大势力。虽然这些头衔下面的人会不断更迭，七武海前后有11位，3大将赤犬升任元帅，青雉辞职，藤虎绿牛顶上，4皇先是黑胡子取代白胡子，然后路飞巴基顶替在和之国落败的凯多大妈。不管如何更迭，这个位子总会有新人来做。七武海制度虽然被废除了，不过这也不算设定上的崩坏，个别七武海自己说的。下岗七武海们也没有因为制度被废除而被踢出势力框架，反而继续在大海上各自兴风作浪，依然是除了4皇和海军之外最耀眼的那批人。10. 世界观。这才是海贼王里最稳的设定，也是尾田的拿手好戏。除了以上的几种设定都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海贼王里还有奇异稀有的动物，千奇百怪的岛屿，奇形怪状的种族，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特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某一刻能改变世界的缘分相遇等等，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也因为对世界细致的架构，海贼王每一个篇章都能充满新颖的活力。总之，战力崩了，海贼王不会崩，这个崩了，海贼王才算真的崩了。慎平是如何获得全体伙伴的信任的？在草帽团中，相比其他伙伴，只有慎平目前是2年后加入的成员。之前的相处虽然断断续续，但当慎平在和之国回归后，草帽一伙对慎平的加入表达了无比的信任和欣喜。除了三治在一旁酸了之外，其实慎平磕磕绊绊能成为草帽团的一员非常不容易。首先，慎平和路飞的羁绊早就是过命的交情了。早在2年前，慎平和路飞在推进城里一眼定情，男人的默契无需多言。之后，慎平也就成了路飞和伙伴失散时期身边最可靠的大哥。那个时候，慎平就展现了区区4皇的气魄。面对杀意爆棚的赤犬，慎平哪怕豁出去性命，也要保护艾斯的弟弟。慎平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东西。战争结束后，也是不遗余力的帮助路飞从颓废中恢复斗志。路飞早就认可慎平是自己的伙伴了，再正常不过。船长这一关过了，接下来就是有实无名的副船长这一关了。想获得索隆的认可好像并不容易，毕竟索隆曾经多次阻止路飞胡乱拉奇怪的生物上船，而且慎平和索隆之间的互动真的不多。蛋糕岛的高光，当时索隆恰好掉线不在，但还是那句话，男人的默契无需多言。在鬼岛开战前，路飞担心慎平，索隆直接说欢迎他加入，而且和路飞一样坚信慎平一定会来的。毫无疑问，索隆也早已认可慎平。最新悬赏出来的时候，索隆和慎平倒是像好哥俩，嘲讽区区第4名的7号军。在某些方面，慎平和索隆确实有合得来的地方。当然，慎平不会威胁索隆的地位，慎平上可以去当主力，下也可以去当第2阵容的主心骨。说到第2阵容，胆小组的意见也不能忽视，毕竟虚假的船长王路飞，真正的船长娜美子。罗宾上船的时候，胆小组集体反对；跟罗同盟的时候，胆小组集体反对。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慎平身为太阳海贼团船长，元气乌海，他放低姿态，为之前鱼人团的过失真诚的给娜美道歉，完美拿捏了娜美船长吃软不吃硬的性格。不过正儿八经的说，一方面是慎平的侠义，一方面是娜美的宽容，格局加格局，那就是更大的格局。娜美对慎平的好感也不是没道理的。对胆小组来说，还有一点就是实力等于信任。早在愚人岛路飞邀请慎平的时候，乌索普乔巴就表示了对这位元气乌海的欢迎了。蛋糕岛的操作其实就是锦上添花而已。慎平在蛋糕岛篇直接把桑尼号玩成了冲浪板，在4皇大妈面前也丝毫不虚，和娜美乔巴他们一起守船。想要获得胆小组的真心，最好的办法还真就是和他们一起守船。谁和他们一起守船，那人就是他们眼里最闪耀的救星。然后是布鲁克，慎平和布鲁克在万国的时候还有一次小误会呢。失去伙伴一直是布鲁克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布鲁克当时误会了慎平，觉得慎平对佩德罗的牺牲很冷漠，但在4皇的地盘上，他们又怎能自暴自弃、掉以轻心，辜负伙伴的牺牲呢？慎平的一番话也让布鲁克明白了伙伴的意义，让布鲁克和其他人有了更高昂的斗志。和路飞那一次如出一辙，在鼓励队友这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慎平，有时候解开误会能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牢靠。慎平取得弗兰奇和罗宾的信任就没那么复杂了。
弗兰奇当时在愚人岛就说过，毕竟是路飞看中的人嘛，我们都会等你来的，慎平。再加上慎平是驾驶桑尼号的最佳舵手，弗兰奇举3只手赞同。罗宾更简单，因为慎平老大成熟稳重而且可靠，罗宾很欣赏他这一点。而且罗宾现在跟慎平好像走得更近了一些。最后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山治了。山治表面上非常郁闷，因为突然空降了一个和自己定位有些重合的主力过来，然后赏金还比自己高，山治真是哭晕在厕所。山治吐槽慎平抢自己的活，慎平憨憨的道歉，虽然看起来有些搞笑，不过山治也早已认可了慎平才是真的，毕竟都一起经历这么多了，山治也不会吝啬夸赞慎平非常靠谱。其实草帽一伙在慎平给路飞输血，挽救路飞性命，缓和鱼人和人类的种族矛盾的时候就已经认可慎平了，后面的这些是让伙伴对慎平更加的信任，从认可到信任再到融入，才是真真正正的伙伴。就感觉越往后草帽团的门槛就越高，不过慎平一步一步最后也是做到了。哪些篇章最能代表海贼王？海贼王至今大概有20个大篇章，大家认为哪个篇章最好看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标准答案。Hello， 大家好，我是修炼2年半的素材果实。那我就说一下我感觉的，大概有4个篇章能为海贼王出战。1. 空岛篇，这个篇章可以说是把海贼王的人文格局拉到无限高的存在。初看空岛篇可能觉得中规中矩，但是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再也无法逾越的一篇浪漫神作。探险家诺兰度和大战士卡尔加拉的约定，山迪亚人会一直敲响黄金钟，等待这位老朋友再次做客。冲天海流将大半加亚岛抬上白白海，生灵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但为了信念和约定，山迪亚人誓死守卫家园，那不屈的意志。空岛原住民认为这片土地是神赐予的，所以因为文化、认知、信仰的不同，而爆发了长达400年的战争与纠葛。当甘福尔讲到白白海的土地是这么来的时候，山治和乌索普说，这本来就是你们的不对啊，相信这也是尾田的立场吧。但恩恩怨怨，我们人类文明不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后大家携手草帽团打败强敌，守护了这片一直赖以生存的家园。美妙的钟声再次响起，这是山迪亚人和空岛原住民都想听到的，所以他们明白了求同存异，结束战争，共同生存在这个星球上是多么珍贵美好的事情。诺兰度没有说谎，黄金都市是真实存在的，空岛也是真实存在的。路飞用那个高高跃起的大投影向栗子头大叔证明自己做到了。就是在海贼王里很难找到第2个能有这样波澜壮阔的篇章。2. 水之都与司法岛篇，和空岛篇相反，空岛篇把格局扩得很大，可能有人不喜欢这种类型，而司法岛篇就是专注一个小团队里的情感了。纵使草帽团一路走到这里，但也并不一帆风顺。梅利号大舰将至，乌索普和路飞决裂，罗宾的难言之隐。这个篇章里，草帽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草帽团是一伙怎样的人？看完司法岛篇就大概能了解了。路飞作为船长，他要为全体伙伴的性命和梦想负责，可我们也能懂梅利对乌索普来说意味着什么。罗宾的不告而别让草帽团开始非常焦虑和迷惑，可我们也能懂罗宾从小到大经历过什么。他能遇到真心在乎他的人真不容易，这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我们也能懂罗宾的我想活下去，把我也一起带去大海吧，压抑着多少渴望和勇气。索隆毫不客气地拔刀阻止伙伴不能无条件原谅乌索普，可我们也能懂索隆身上肩负着什么样的职责和信念，他对路飞多么的忠诚。我们也能懂乌索普道歉后牢牢被路飞拉住手的时候，索隆那一抹笑是何等的发自肺腑。山治对乌索普的鼓励，弗兰奇关键时刻的可靠，真的都超级帅啊！而乔巴也不再反向躲藏，不惜过量嗑药与敌人同归于尽，也要救出罗宾。娜美也不再怯战，在水之都拼命呐喊，在司法岛替山治出头，因为罗宾是我们的伙伴啊，因为草帽团就是这么一群人啊。3. 阿拉巴斯坦篇，阿拉巴斯坦可以说是一段伟大冒险，一部伟大作品的真正开始，它创造了很多开端。除了主角团，越来越多的人物在这里开始有了魅力。斯摩格为了人情与正义放过草帽团一马，拒绝五老星嘉奖，还让他们去吃奥利给。老沙我觉得是第一个真正有智谋有野心并且去稳步实现的一个枭雄，以至于到现在还能在大海上掀起风浪。小冯因为觉得和草帽团在一起感觉很有趣，路飞也愿意和小冯做朋友，小冯也甘愿为他们两肋插刀引开海军。到后面海底大监狱篇，小冯更是让人永远不会忘记。微微一个没有公主脾气的姑娘，虽然救国心切，但她懂得治好娜美才是这艘船最快的速度，毕竟微微从小就这么格局。微微和草帽团告别的画面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历史正文在这里出现，干部对位在这里成熟，世界感在这里加强，越来越多的神奇动物开始出现，可爱仗义的功夫海牛，狡诈滑头的欺诈鸟，喜欢美女的骆驼和斑加蟹，一整个憨憨的香蕉鳄等等，这些也是之后海贼王从来少不了的元素，他们一起构建了海贼世界的蓝图。4. 顶上战争篇，鬼岛大战已经结束，我感觉他依然没能超越顶上战争的地位。先说阵容，顶上战争海军最能打的基本上全都到场了，当时的新老七武海也全都来了，白胡子团、红发团、黑胡子团，这个咖位很难超越除了剧场版能超越的恐怕也是最后的终极一战了，少了海军就少了很多看点和乐趣，所以想看海贼王全明星还得是顶上战争。最主要的是格局差得远，
顶上战争往大了说，一具 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直接让海军想震慑海贼的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荡然无存。超新星纷纷崛起，海军搬家，世界大征兵，大海比以前更乱了。缩小到人身上，白胡子海贼团和艾斯的羁绊，卡普在正义和亲情之间的纠结，艾斯舍身守护路飞，拥白胡子成王的信念对艾斯当然重要，但他并不后悔，因为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路飞啊。所以鬼岛战争对比顶上战争怎么总结呢？就是纸面配置虽然差不了太多，但内核不行，它带不动啊。那么以上就是我认为能代表海贼王的封神篇章了。海贼王那么多篇章，总有一篇是你的最爱，每个篇章都展示了不一样的人文历史、战斗冒险、神奇故事，但唯一不变的是那群一直可爱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海贼王最有魅力的地方吧。海贼团的那些颜值担当们，海贼世界里无奇不有，长成啥样的都有，不过大部分海贼团多少还是有颜值在线的干部的。相比之下，草帽团可以说是相当养眼的了。路飞、索隆、山治、娜美、罗宾，放到哪里都是颜值担当的存在。好巧不巧，他们都凑在一起了。其他的伙伴虽然已经各种脱离了人类的范畴，但也是好看的。可想而知，草帽团的平均颜值是很高的。罗团也不错，罗就负责酷帅和妖艳，贝波、企鹅、虎鲸他们就负责可爱就好了。罗团里面似乎还有一个女性船员，当然加上罗自己，算是有过2个了。看一圈下来，罗的海贼团也属于正常的一组。大妈海贼团的人大部分都长得很随机，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大妈就喜欢这样玩，没办法。不过大妈团长得好看的也不少，比如三将星、卡尔、斯木吉、克利亚都长得可以。卡尔虽然天天拿围脖捂着嘴，看似心有芥蒂，但卡尔并不这么认为，卡尔自己是很无所谓的，捂嘴只是不想让兄弟姐妹因为他这个而被外人欺负。这样看卡尔真的更帅了。其他的还有夏洛特、加雷特，因为气质酷似多弗朗明哥，也称多弗朗明姐，还有和山治很有夫妻相的布林，还有阿拉丁的鲨鱼人鱼老婆，两人秀恩爱的时候还挺可爱的。阿拉丁就显得很小一只，其他子女也有颜值正常的，这个就看怎么出牌吧。如果全出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妈团颜值倒数，但要全出好看的，大妈团名列前茅。不管怎么说，大妈年轻的时候那也是美人一个，妥妥的洛克斯海贼团的颜值担当，底子肯定还是有的。百兽团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长不出来的。但要说颜值担当，百兽团不输任何一个海贼团。大河算不算百兽团的人？算的话是锦上添花，不算的话还有其他的。凌空六子里的黑色玛利亚和润提，虽然他俩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人类吧，但真的是自从越来越见识到尾田的恶趣味后，广大海米现在不仅对性别不是卡得太死，连物种都不会卡得太死了。毕竟这是海贼世界，条条框框的就不纠结了。再往上还有岩斋进的这张脸，再加上他那个拥凯多成王正义凛然的誓言，一时间我都恍惚了。乍一听杀气腾腾的地狱之王才是反派吧？当然不是说索隆没有进帅，是感觉进长得太正派了。索隆和进哪个倒下都是海贼颜值圈的一大损失。罗杰海贼团有雷利和贾巴，白胡子海贼团有马尔科和艾斯，红发海贼团赏金平均，实力平均，这颜值也平均。当然最帅的当属红发自己。唐吉诃德家族有明哥莫奈砂糖，还有倒贴给老蔡的 Baby Five。莫利亚身边有佩罗娜，十字工会有鹰眼和老沙，还有亚尔丽塔。就是一个海贼团，这么多人，怎么着也能挑出来颜值在线的。但是黑胡子海贼团不一样，全员断网。先不说青雉，黑团在颜值方面一直稳定发力。不知道黑胡子去抢女帝的甜甜果实干什么？毕竟甜甜果实也不能改变外在，是想用美楼辣谁的眼睛去吗？自从青雉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后，终于看到了黑暗中的一点曙光。但是平心而论，就黑团这个易守难攻的颜值，青雉也不够给这一帮人平均的呀，依然是一言难尽。但好歹黑胡子海贼团有一个颜值牌面了，哪个海贼团的颜值组最好看？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黑胡子海贼团也不是最不能看的，但最丑的海贼团当属香波地的假草帽海贼团，这一个个长得跟敷衍的简笔画似的。如果草帽团真的变成这个样子了，请求赤犬干一件人事儿，立刻将其消灭在香波地群岛，让海贼王完结。虽然草帽团承载着很多美好的事情，不管他们什么样子都喜欢，但是事实证明，如果他们真变成了这样，终究还是很难接受的呀。海军大将们春游式的出差经历。海军大将作为海贼王里的顶尖强者，他们出马不说见一个秒一个，但满载而归也不是什么难事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几个大将出差归来，几乎都是因为种种原因铩羽而归，就感觉他们出门做任务只是因为久坐伤身，纯属活动筋骨。大将们的正式登场一般都比较奇特，像青雉旷班后悠闲的骑自行车出来，吴老星当时满院子找代号青雉的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位在海上骑自行车的神人就是传说中的海军大将。说大将们每次出差都像春游，青雉还真是最接近来玩的人。当然调戏一下罗宾，见见草帽团也是规划内的事儿。青雉一只手伸进海里划水摸鱼，小小的展示了一下能力。海贼王本来到此就完结了，只是青雉比较喜欢养成，加上卡普那边和斯摩格那边的人情世故，包括自己这边的一些哲学考量，种种原因都有吧。挥挥手不说再见，就放过了草帽团。
下次青雉跟卡普出来，这回真的就是春游了。躺椅上一躺就开始晒日光浴，啥事儿不管。纵观青雉2次出差的战果，一条上百吨的海王类，收获颇丰。相比之下，黄猿出差一开始有模有样，不摸鱼不划水，踩着炮弹入场，大将们一贯的奇特出行方式，叮当54香波地那么粗一根树，一脚就给干断了。在绝对实力面前，超新星们的花里胡哨就显得不堪一击。此时打道回府，黄猿的工资加奖金绝对是给安排到位的。但是凡事还得讲究个人情世故，可以发现除了极个别的，其他大将们还是非常懂人情世故的，他们可太懂了，太会了，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最后香波地群岛上的超新星一个没抓，黄猿抓了500个小海贼回去交差了，但是事儿摆平了，业绩有了。抓海贼了吗？抓了。人情世故到位了吗？那绝对给照顾的明明白白的，没得罪任何人。流水的大将，铁打的黄猿，稳了一批，不是没有原因啊。赤犬倒是不讲什么人情世故，但是赤犬的出差风格未免也太高调了，一身大红不说，站在船头，人家800米开外就看得清清楚楚，捡了个人质波尼回去，后来还给他跑进了圣地。波尼现在应该是跟着萨博混了，这一趟几乎等于白给。2年期间，海军进行了世界大征兵，以后的出差任务那就交给新大将们了。赤犬看着新人藤虎踏实本分，脾气又好，不会顶嘴，温柔可靠，派他去了德岛处理退出巡辽的明哥。一开始藤虎也很轻松，问问路，赌赌国的，之后就有点搞笑了，整个海军被明哥和世界政府耍得团团转。七武海天龙人的身份就相当于一个红圈，明哥跳出去跳进来的，要不是藤虎有职业操守，加上出于很多原因暂时不想出手， BOSS 战也就轮不到路飞和罗了。所以藤虎基本上全场划水散步，这事儿跟老沙那回也有点像，青雉替斯摩格还了人情，这次藤虎感谢路飞帮助政府收拾烂摊子，为路飞送行。赤犬直接让空手而归的藤虎别进海军本部，藤虎也不是软柿子，不进就不进，估计到海贼王完结藤虎都不会进去了。藤虎现在又出差了，和之国那边就派了绿牛过去。森森果实的绿牛的出行方式也很奇特，背后长了一个类似竹蜻蜓的能让自己飞行的花朵。绿牛这回出差显然就是双方两败俱伤，自己渔翁得利去了。但显然草帽四巨头在远处看得兴起，根本没有把区区一名大将放在眼里。绿牛先把可怜的晋奎因给吸成了人干，随后遭遇了赤鞘武士大和陶之助的第一道防线。绿牛虽然不虚，可还不等他大展拳脚，就被红发足以覆盖全岛的霸王色给镇住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绿牛居然就这样草率的跑了。比起之前放过的狠话，多少有点虎头蛇尾。当然也可以说红发的面子果实很到位，一个大将遇到一个满血四皇团确实倒霉，但绿牛也堪称是首次登场最没牌面的大将了，第一次出差就这样草草收场。所以就发现迄今为止大将们出差纯粹是出来玩的，技能没少放，该抓的一个没抓，点到为止即可。人情世故里子面子这一块是拿捏的恰到好处，该给的给，该放的放，类似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青棉之境。就感觉海贼王里最聪明最圆滑最会玩社会的应当就是机智的海军大将们啊。明哥最能吹一辈子的事儿，要说明哥最能吹一辈子的事儿，不是年少觉醒霸王色，不是家大业大的产业，也不是黑白两道通吃的背景，而是一个鸟笼难住了今后的四位皇，以及一神一帝一王一将，外加众多相比之下不值一提的豪杰，凯多大妈都没这魄力。还有鸟笼并不是一个无解的技能，但一定是自带福气的技能，因为从鸟笼里面走出来的人今后都成了响当当的人物。首先四位皇分别是陆皇、罗皇、锦皇和看皇。看报王明哥在监狱看到现在的报纸的话，首先得当笑话看，海军现在都不给我看真的报纸了吗？天天编离谱的明哥专用报纸。但当明哥知晓真相后，他得庆幸幸亏自己进来的早，外面的世界太离谱，监狱才是永远的家。陆皇已经迈入了四皇行列，罗皇虽然没有挂名四皇，但赏金和路飞平起平坐，把大妈连人带倒一刀捅穿。锦皇和看皇的仰卧起坐也不是开玩笑的，锦皇面对凯多斩火破防，凯多反而是怎么锤都锤不死。看皇就更牛批了，一个火前方能压制大和，大和好歹也是能和凯多过几招的人，有冰冻能力，却拿不下看皇的火前方。看皇最后还阴差阳错帮罗和基德引爆了武器库，直接把大妈抬走，胜负分晓。所以很难想象这四位大咖当时在明哥的鸟笼里是何等的狼狈。倘若哪天明哥出来了，了解了这几位的事迹，吓出一身冷汗还是小事儿，那必须得当面跟四位皇解释解释。四位兄弟，那天岛上的人实在有点多，你们也知道我好面，哥现在给你们跪下道歉行不？除了这四位大咖，鸟笼里还有一神，也就是德岛封神的 God 乌索普，也多亏了明哥这个跳板，乌神打了一个平步青云的翻身仗，明哥还自掏腰包给乌索普抬身价，真的是仁至义尽了。鸟笼里还有一弟炎帝萨博，
萨博和3个革命军队长在圣地跟双大将开战，丝毫不虚，全身而退，还救走了熊。鸟笼里还有一王，炎王索隆。鬼岛之上破防凯多，击败3灾之首的晋，未来海贼王的副手。鸟笼里还有一将，大将藤虎。虽然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能打，但是当时无关实力，每个人都有不能对明哥动手的理由，能打明哥的只有路飞和罗，所以其他人只能去推鸟笼。即便有这么多人在推，但也只能延缓鸟笼的收缩速度。这真的是明哥能吹一辈子的事了。明哥表示，看吧，现如今能搅动大海风云的大人物，大多都是在鸟笼里面待过的吧。除了以上这些人，鸟笼里还有烧了红发海贼旗，现在正被红发上门送温暖的巴托洛米奥，草帽大船团的一帮人，还有来参加竞技抢夺烧烧果实的各路豪杰，可谓高朋满座。明哥这一网下去，表面上确实捞了不少大鱼，可这鸟笼无异于是自杀式的下策技能。鸟笼的弱点也很致命，会把岛内所有的高手往自己身边聚集，即使路飞无法打败明哥，藤虎、萨博最后一样会出手，让明哥凉凉。简单粗暴的把明哥本人打败，比什么花里胡哨的都管用。鸟笼虐菜还挺好用，真想着关注4皇大将什么的就算了，当然像是自然系的元素化和罗的转换都可以逃脱鸟笼，办法也有很多。但还有一个人，他即便吃满伤害，也可以如履平地的从鸟笼里走出来。没错，正是那个男人，如今的4皇，未来还要当海贼王的巴基，可谓是明哥的 Joker 之名已荡然无存，真 Joker 还得是巴基大神。山治2年前后在战斗中的作用。在战斗方面，山治的作战总是充满不确定性，人送外号骑兵小王子。不过根据敌人的不同，他解决敌人和被敌人解决的速度一样快。山治和路飞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临到开战的时候人没了。不同的是，路飞是莽没了，而山治是去提前做下一步的事情了，也可能是被哪个女人给逮住了。2年前，山治往往只需要一记奇招就可以盘活全团。小花园误打误撞拿到了去沙国的永久指针，在阿拉巴斯坦 Mist 王子拯救团队于绝境之中。空岛爬上了艾尼路的方舟，掩护乌索普和娜美撤离，被雷击重伤，丝毫不慌，甚至还借了个火。在水之都潜入海上列车，解决了大半敌人。司法岛提前关闭正义之门，干扰了海军的追击。恐怖3A帆船上演了骑士救红颜、舍身护基友的戏码。战斗上，山治一般是对位3号位，不过有时候他会遭遇2个，比如阿拉巴斯坦三哥和小冯，司法岛卡利法和加布拉。当然卡利法这个纯属软肋，没办法。这个时期的山治在团战中的作用，不说能超越索隆，至少也是持平的。2年后，在愚人岛、冰火岛，山治和之前的自己比，迎来了一波小平庸。在愚人岛的过程中，山治秀了海行部和月部，用恶魔蜂角烧铁锅光谱解决了一群杂鱼，和慎平一起打绵金剑，最终用恶魔蜂角地狱的回忆终结。其实愚人岛还好，毕竟篇章 BOSS 都很菜，战斗上大伙主要是展示2年修炼成果。到了冰火岛，山治的定位暂时变成了辅助，但实力和智商其实也是在线的。用见闻色在水下捞警卫们的身体，指挥 G5 躲避毒气瓦斯，期间和维尔哥交手，毕竟维尔哥本来就不弱。山治拖着一副被娜美玩坏的身体，能跟维尔哥打得有来有回，实在谈不上拉垮。到了德雷斯罗萨，山治和明哥交手，自然是敌不过。不过拖到了罗前来支援，解了守船组的燃眉之急，主要是在之前骑士道感化了维奥莱特，得知了明哥的计划。这里的山治存在感不高，但智商依然在线。他猜到了罗和明哥有隐瞒的恩怨和私仇，之后山治的定位变成了特别行动小队，和守船组带着凯撒先行前往左屋，在左屋安抚了被杰克扫荡的毛皮族。山治的厨艺、娜美的母性、乔巴的医术、布鲁克的音乐、凯撒的解毒，正好都派得上用场，也算是给后来路飞他们直接融入这里做好了人情铺垫。然后是蛋糕岛，山治的经历和情感是更主要的部分。如果能理解山治的初衷和内心世界，那万国篇就是对他本性温柔的最好诠释。山治不仅仅是做了一个蛋糕那么简单，期间他彻底征服了布林，布林在之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帮忙做出了最好的巧克力，靠蛋糕引走了大妈这个根本解决不掉的对手，并帮助山治去接路飞。在战斗上打不还手的路飞，说实在的，出穗都用了，确实打得太狠了。后来一脚踢歪永志和尼治的脸，一时分心而被加治击飞，一脚踢残波宾，一脚踢飞雷赞这俩1亿左右水平的对手，普通攻击挡住大幅的巨大魔人等等，都是那种没有结果的交手，不惊艳但也没有那么不堪。至于说山治赶走路飞，因为泽普老板和伙伴们，山治两头无法兼顾，他和当时罗宾的想法一样的，他赶走路飞也是出于不想各种牵连伙伴们，并且都被 CP9 和大妈的虚假许诺给骗了，只是在大伙都平安无事的状态下，这个想法太过于自我牺牲了，他们的这个想法都没有成功，当然也不会成功。在鬼岛，山治求助罗宾，这两个经历相似的人如释重负般的和自己的内心和解了，更重要的是彼此理解并践行了伙伴的意义。所以山治看似丢人的举动，罗宾嘲讽黑色玛利亚，你不需要懂的意义就在这里。到了和之国，山治起起伏伏的状态终于是给了一个交代，
山治以意想不到的力度和速度击败大看板奎因，他依然是路飞身边的左膀右臂。山治潜入到晋的身边救下头之助，他依然是那个出其不意的骑兵。山治被黑色玛利亚拿捏，他依然是那个速战速决的小黄人。山治误以为自己打伤了女士而懊恼，还帮女士找到了那只和自己童年时相似的宠物鼠，他依然是那个温柔骑士。此外，山治因为觉醒了血统因子力量，也有了更强大的魔神风角，战斗上他的情感能更加的杀伐果断，但终究不会失去感情。山治最终变成了最完美的山治，他这一路上的变化就像他的感情和经历一样，同样丰富和精彩。路飞2年前大智若愚，2年后大愚若智。路飞身上一直有一种傻气，但是这种傻气2年前后还是很不一样的。早期的路飞表面上是个憨憨，实际上也是个憨憨，不过他善解人意的特点也非常明显，故意激怒科比，让他和自己在海军面前打架，帮助他战胜怯弱，也让科比和海贼划清界限，能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在可可西亚村，面对娜美的冷落，大家都很着急和迷茫，路飞却选择睡觉。然后山治乌索普对娜美的过去很感兴趣，想听诺奇高讲讲，路飞却直言对他的过往毫无兴趣，而是去散步。在街道上碰到绝望无助的娜美，娜美说你什么也不知道，路飞说不知道。但真实的娜美是个怎样的人，路飞早就看在眼里了。无关过去，路飞认定的伙伴，此刻他拼了命也要救下。表面啥也不懂，实际上他有早已笃定的东西，这跟动不动就皱眉握拳龇牙咧嘴上去干架显得更加沉着。进入伟大航路，他用决斗的方式给拉布留下了一个念想，完美化解了拉布的执拗做法。路飞是个粗中有细又绵里藏针的人，这就是憨憨船长的觉悟。他在乌索普面前能风轻云淡的说要换掉梅利号，但起初路飞听到梅利号大限将至的时候，也是无比难过和无法接受的。可路飞很快回过神来，作为船长，他不能让一船人的性命和梦想跟着梅利号一起葬身大海。包括后来在香波地群岛陷入困境，那是他一反常态，让大家分散逃命。3天后到桑尼号集合，路飞虽然一直都很莽，而这一次他们全力以赴也实力悬殊，索隆还重伤，所以路飞是会审时度势的，他还真的不傻。当然还要感谢雷利、黄猿和熊在那儿演了一把，否则路飞他们逃不出去。是非分明，还有在遇到贝拉米的时候，路飞让索隆不要动手，因为他们不屑于和这种人见识。但路飞也是有底线的，直到贝拉米打伤栗子头大叔他们，破坏梅利号后，路飞回去二话不说就一拳秒了贝拉米。还有在战斗方面，2年前的路飞真是无比机智了，打老沙打艾尼路属于劣势，但可以另辟蹊径，让对手非常头疼，有着很高的战斗智商，明事理、小分寸、懂取舍、知进退，这些东西在路飞身上都可以找到。那2年后路飞的那种傻的聪明的特质也不是没有了，只是明显淡化了。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经历了修炼，名师教导，实力突飞猛进，让他可以放开手脚的去干了。在雷利指导期间，当时路飞的3色霸气和4档都有模有样了，有着用3档就能终结很多敌人，霸王色震晕5万人，4档压制明哥的实力，能想出水路飞和橡胶发呆这种的脑子，当然也不怎么需要了。所以有实力的加持，信心大增，这也是很明显也可以理解的一个变化。2年后的路飞也就大多是上去就莽，看起来没脑子了，毕竟都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了，拿4皇凯多跳绳，谁还用脑子啊？莽就完了。路飞更加固执和随性了，也是事实。路飞一直很莽，这个不否认。不过2年前他是可以听取别人的建议的，比如他信任船将们，听取了专业船将们的建议。陆奇、卡库虽然是卧底，但对梅利号的诊断他们说的是实话。还有雷利让路飞修炼2年，路飞也做出了正确决断，并重返海军本部，用3D2Y 给伙伴们传达消息。2年后，慎平和罗却被路飞的我行我素给整得屡次心态崩溃，甚至差点把罗给坑死。虽然可以用肉给你，你听我的这种搞笑的方式淡化路飞的随性，但在罗那里，路飞已经稳固了自己傻帽的定位。以前的路飞为什么而打架？因为娜美的一句路飞帮帮我，路飞才全力以赴。因为微微的哭泣，路飞才将大家的命运一起赌上。因为罗宾的我想活下去，路飞才心满意足的奋不顾身。而进入新世界，路飞确实拯救了德雷斯罗萨，拯救了和之国，拯救了很多人，但将凯多集团连根拔起的 flag 是早在和罗结盟的时候就确定了的。也就是说，不管中途有没有那些人的求助，甚至换成任何人都无所谓，路飞都要去打凯撒、明哥、凯多。路飞打架的理由变得更简单直接了。2年后的路飞是个救世主，而2年前的路飞就是路飞。除了这些，要说路飞性格的大方向变了没，似乎还真没变。2年前他没听娜美的过去，而是选择睡觉。2年后慎平对娜美的过去道歉的时候，他依旧没听，依旧在睡觉，因为他不在乎这些。2年前他迫不及待的从火箭人跳到司法岛，去让罗宾跟自己回去。2年后他依旧迫不及待的从巴姆大王跳到皇家座驾，去让山治跟自己回去，因为他们是伙伴。2年前路飞选择换掉梅利号，他风轻云淡掩盖内心的难过。2年后在镜世界里被卡尔打成猪头，他强颜欢笑让伙伴们不要担心，因为他是草帽海贼团的船长。2年前天龙人打伤小巴，路飞一拳打飞天龙人。2年后霍迪欺负白星，
路飞一脚踹飞霍迪琼斯，出手相助，因为他们是朋友。另外，路飞能坦然地说出艾斯已死这个事实，也是一种成长。坦然面对过往，也是一种智慧。路飞从出海到现在，在剧情中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成长和变化，这个肯定是会有的。至于说2年后的路飞是不是和原来的那个自己渐行渐远了，这个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海贼王中，尾田最喜欢捧的6个人。第一，虽说主角在成长，他的老对手们也在成长，但当一个老面孔再次登场后，突然变得看起来更厉害了，还是不禁让人感叹，我丢，他干了什么变得这么牛逼了？可恶，被他装到了。比如陆琪，尾田是真的喜欢捧陆琪，当时还是 CP9 的他，被路飞2档差点突的没命了。扉页故事里被斯潘达姆甩锅，后被海军追捕。2年后登场，摇身一变，一袭白衣已然成了 CP0 的长官。CP0 的人在鬼岛打败了德雷克和三鬼，阿普逃跑。虽然不能说明 CP0 很强，但至少当时的 CP9 已经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了。而且陆琪在世界会议期间一脚把老蔡干飞了，怒摔灵活的小人族。老蔡好歹也是8宝水军栋梁，草帽大船团3号船当家的，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只能说是 Baby5 单防住了老蔡。包括在尾田参与的剧场版里，陆琪出尽了风头。黄金城里仗着头上有世界贵族，很不屑的命令赤犬。狂热行动中，萨博斯摩格组合技干断巨型巴雷特一只手臂，陆琪后面一记拦脚就彻底破坏了巨型巴雷特掉落的手臂，阻止了巴雷特再次合体。不光是在萨博面前秀操作，还碰瓷鹰眼碎陨石的操作。陆琪被称为 CP9 800年来最强者，有很大潜力，但尾田捧他也是看出来了。第二，这个人身边很多人都比他有魅力，但他确实强，这人就是赤犬。赤犬的原型是演员菅原文太，是尾田很喜欢的演员，捧自己的偶像也无可厚非。可以说顶上战争其中一个方面也是为了更好的让赤犬展示，青雉、黄猿在之前都陆续展示能力了，赤犬在这场战斗中登场，可谓是杀红了眼。最后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残团，边上还混进来一个老沙，后面赤犬居然还拿下了一个队长。地震和火山喷发都是破坏力超强的灾害，一个是白胡子的能力，另一个就是赤犬的。漫画中2人过招虽然短暂，但更加的残酷，结果虽然都是赤犬被白胡子打入裂缝，但也可见赤犬才是海军方的主角。全场下来3个大将2个衣服微脏，尾田是把 MVP 的战绩全让给赤犬了，然后就是赤犬和青雉对决后，赤犬夺得元帅之位。第三就是当一个新角色出现，发现他身上居然有着所有 bug 级别的配置，比如光月玉田。玉田有3色霸气，这是100万里挑一。玉田有倾听万物的能力，这可以媲美海贼王，还能看懂历史正文，因为这就是光月家族雕刻的文字，这个连罗杰都得靠他。最后也到达了拉夫德路，要不是罗杰白胡子在实力上能压玉田，感觉玉田身上的硬件妥妥的海贼王配置。光月玉田和武士情节也是贯穿整个和之国篇的情感核心，草帽团之间的情感反而不是最主要的了。和之国篇的篇幅远超之前任何一个篇章，足以看到尾田对和之国和光月玉田的重视程度。第四，最开始虽然是在做坏事儿，但当他身上的魅力被挖掘出来后，他的魅力反而盖过了他以前的恶。比如老沙，老沙算是败得比较早，但后面尾田用扉页故事以及单张扉页对老沙的另一面的性格做了一些小补充，比如怕水的老沙给一只八哥撑伞，在顶上战争中老沙更是大放异彩，就气质这一块拿捏的没毛病。之后老沙逍遥自在，偶尔出现就是在看报纸，老沙并没有被放弃，后面很有可能老沙还会登场。第五，在 SBS 中，尾田除了说过赤犬的原型是自己的偶像外，印象中好像还说过喜欢巴基。没错，巴基靠着霸王色运气屡屡封神，除了顶上战争开直播当上七武海这事儿，巴基时常出现在白胡子的回忆中和谈论中，往往和罗杰、卡普、战国、红发等人一起出现。巴基大神的资历确实牛逼，尾田也是真的喜欢巴基。第六，成长速度碾压主角的黑胡子，从0赏金的混混到22亿多赏金的四皇，顶上战争中获得第2个果实能力，也有可能之后能吸收第3个果实。最开始就是要把黑胡子捧成最后的终极 BOSS 之一，再加上简直是开挂般的捡火般的操作，路飞那种拿命换火般的真就不算是开挂了。总的来看，尾田去捧一个人，除了个人情怀也有剧情需要，但不得不说塑造的都非常出彩，最吸引人的终究还是这些人他们本身的魅力。海贼王中的8个强大家族，首先是自身实力和人脉很强的蒙奇帝家族，卡普、龙、路飞，这3个人虽然横跨海军、海贼、革命军3个势力，但同样讨厌天龙人，最后祖孙3人联手对抗天龙人也不是没有可能。这3个人不仅在各自的圈子里是扛把子的存在，所关联的人脉更是非常广。海军英雄卡普在海军里虽说不至于是说话都有人听他的地步，但至少威望很高，不管是年夜饭的梗还是路飞结婚的玩笑，反正海军本部每次就剩赤犬一人就对了。赤犬不开心可以去搜啊。龙的革命军有参谋总长萨博，另外还有东军贝洛贝蒂、西军莫里、南军林德伯格、北军乌鸦、伟大航路军小1万5大军队长。革命军分布在世界各地，人数应该也不会少。
路飞除了有大船团外，友军可以说也是遍布世界，上到万米空岛，下到万米渔人岛，沙漠之国阿拉巴斯坦，热情王国德雷斯罗萨，喷泉之下的水之都，瀑布之上的河之国都稳稳拿捏。前后11个七武海里，至少有一半是跟路飞这个八武海沾亲带故的。四皇红发是他的引路人，海贼王右腕是他的师傅。凯撒当时拿凯多和明哥跟路飞比背景，格局小了。第二，原四皇之一的白胡子海贼团，白胡子喜欢到处收儿子，除了没有血缘关系，本质上和家族没什么两样。白团不仅有众多有实力的队长们，麾下的43个新世界海贼团一出来也是够有气势。虽然白团在顶上战争损失惨重，但一个黄团就敢单刷整个海军的顶配阵容，还是非常值得 respect 的。第三，梦想要收集到所有种族的夏洛特家族，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海贼团。四皇大妈有43个丈夫，39个女儿，46个儿子，把自己从一个窈窕淑女生成了一个油腻大妈。虽然大妈的家族是四皇团级别，但跟蒙奇 D 家族比起来还是不够看。所以当时有一个梗说山治担心大妈威胁路飞的家人，其实路飞想说，你回来做你的饭就行，社会上的事儿你少打听，我什么背景水之都不知道了吗？第四，800年前就创造了历史正文的十宫一族光月家族，光月家的代表人物光月玉田和光月家臣赤鞘九侠。光月玉田和白胡子罗杰这俩传奇海贼堪比拜把子兄弟，玉田也是罗杰成王路上的功臣。此外，光月家族和毛皮族也有深厚的感情和渊源。第五，侧重于地下世界生意，黑白两道通吃，维系统治的堂吉诃德家族。除了卧底在这儿的弟弟克拉松外，其他人和明哥也没有血缘关系。以明哥为首，他们进行人口买卖、人造及其他恶魔果实、军火武器等生意，客户可以说是遍布世界。世界政府、凯多、大蛇、其他国家和海贼均有涉及。慈善家明哥喜欢把可怜孩子捡回来培养成干部，比如德林杰、巴法罗、Baby Five、莫奈、砂糖和早早脱身的罗，年轻的这些全部都是。第六，注重科技改变生活、变异逆转人生的文斯莫克家族。很早之前，文斯莫克家族统治的杰尔玛王国在北海属于第一强国。后来，明哥的堂吉诃德家族早期也在北海起家，势力不断扩张。文斯莫克家族被卷得有些招架不住，退出北海。加治曾经和贝加庞克、奎因是同事，后将血统因子技术用于改造自己的子女和军队身上。蛋糕岛篇，加治想借助和四皇大妈联姻，让杰尔玛重振雄风，统一北海。蛋糕岛事件之前，杰尔玛也属于世界政府加盟国之一，而且加治的话语权还不小，可以让世界政府把山治的悬赏令改成只许活捉。第七，青椒家族。青椒30年前赏金已经达到了5亿4200万贝利，还拥有三色霸气，也属于上个时代的大海贼。在德岛，老蔡觉醒了祖传力量，继承了八宝水军栋梁之位，后成为草帽大船团的3号船船长。不过除了八宝水军，还有2宝水军等这种编号的兄弟团，一言不合就请水军，青椒家族的弟兄也不少。第八，出过著名断刀匠和斩龙武士的双月家族。双月家族和光月家族齐名，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一个强大的剑士家族。索隆手上的河道一文字和研磨均出自双月耕三郎之手，而且索隆身上总是能看到龙马和牛丸的影子。不过尾田否认了双月牛丸是索隆他爹，可能真的只是宿命论吧。如果真的有血缘关系，草帽3大主力的背景可谓是个个显赫，在血统论上越陷越深。顶上战争和鬼岛战争对比，顶上战争和鬼岛战争是海贼王剧情截止到目前最精彩的2场超级大团战，同样都对之后的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从战力咖位上来说，尤其是实力成谜的 CP0 和向主进场后，鬼岛上的战力总和有了追平顶上战争的势头。顶上战争中，卡普、战国2大传奇海军镇守楚刑台，赤犬、青雉、黄猿海军3大将一起霸气登场。鹰眼、大雄、老沙、明哥、女帝、慎平、莫利亚、黑胡子，当时的新老七武海为了各自的目的全部参战，其中老沙、慎平、女帝这仨算是路飞这边的，顶替老沙的黑胡子是当面造反，率领升级版的黑胡子海贼团来捡漏来的。还有贺中将、屠魔令武中将、支部海军中将、巨人中将以及斯摩格、提纳、蒂彭恩等一众海军精英将领参战。海军科学部队的一批和平主义者，以及从四海召集的10万海军精锐。四皇白胡子这边，除了在楚刑台上的艾斯和被杀的萨奇，带来马尔科等14个番队队长，外加嫡系1600人，还有43个麾下的新世界海贼团，兵力数量5万人。不过这些队长太多，只是着重展示了其中几个。另外就是路飞、巴基、小伊万他们从推进城出来的一伙人。此外还牵扯到了四皇红发、四皇凯多、超新星罗等人，光是涉及到参战和准备来参战的人数就多达15到20万人。鬼岛大战这边咖位也不小，有双四皇凯多大妈结盟坐镇，百兽团3灾、晋、奎因、杰克，光上面几个人赏金就共计127亿贝利之多。尾田下了大手笔，专门给路飞这帮人安排了一场100亿补贴。但是往下就比较拉垮了，凌空六子、虎头蛇尾、福之福5亿4600万赏金，被慎平没几招就给虐了，但抖出了不少信息。超新星霍金斯和阿普大妈带来了一个将星和几个大臣，基本全场划水。瞒霸者、给付者、报效者、等待者
这些百兽团的人开场总计3万。大蛇这边有看侍郎、福禄寿的玉庭番众等等。路飞这边草帽团全员参战，赤鞘九侠等和之国武士，加洛特、旺达等毛皮族战士。超新星有罗和基德、基拉，以及暂时结盟的德雷克，凯多的乖女儿大和，超级外援不死鸟马尔科，神助攻的玉皇大帝小玉。路飞这边开场的作战人数5400人。另外，现在世界政府的 CP0也进行了干预，以及突然出现的相主。从人数上，鬼岛大战不及顶上战争，不过这次是草帽团当主力。至于和顶上战争白胡子和三大将当主角比，哪个更精彩，因人而异。第二，从战争带来的影响上来说，鬼岛战争影响更大。顶上战争和鬼岛战争都在讲一个事儿，就是新旧时代的交替，大海格局的变动。顶上战争，海贼这边艾斯和白胡子战死，黑胡子抢夺阵阵果实。海军这边后来战国让位，爆发了赤犬青雉的元帅之争。因为 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开启了大航海 2.0 时代，海军本部搬到新世界，世界大征兵等事件。顶上战争虽引起了重大变动，但大海格局尚未动摇。鬼岛大战呢，就像马尔科说的，接下来就轮到巨星登场了。在此之前，5大超新星面对2位四皇，就很直观的说明这几个超新星要打破现在的格局了。包括乔伊波伊、太阳神尼卡、相主、恶魔果实等等，这些信息量要比顶上战争多得多。世界政府直接介入，距离最终章越来越近。相比于顶上战争那个被踢过来踢过去的路飞，鬼岛大战也是路飞向海贼王迈进的关键一战。在后续的影响上，鬼岛大战更有力量一些。第三，从战斗上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毕竟这么多大佬都来了，就是看他们打架的，不打他一个轰轰烈烈，怎么能叫大战？这一点2场战斗各有特点。顶上战争果实能力的对决更精彩一些，主角莫过于岩浆、冰冻、闪闪3大自然系和一个最强超人系阵阵，还有惊艳亮相的马尔科，各处救场的老沙，如来神掌的战国。顶上战争也是各种果实能力、体术、剑术、计谋的巅峰对决，白胡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战国层层设防，巧用离间计。顶上战争是智勇结合，层层推进。鬼岛大战就是人群里开花，明面上有计划，到了现场大伙各自为战，都不清楚队友在搞什么飞机，一窝蜂的莽就完了。这种意外频出，前半段打得非常混乱，后半段各自固定对位的对手的路数，其实也挺有意思。然后就是鬼岛战争给人的惊喜比较多，比如路飞的霸王色缠绕，山治的血统因子觉醒，索隆觉醒霸王色，罗宾展现恶魔形态，基德和罗的果实能力觉醒等等。虽说有点战力不够开挂来凑的意思，如果不纠结这一点，其实鬼岛的战斗并不比顶上战争差很多，毕竟这是主角团前所未有的场面，燃肯定是燃起来了。第四，从情感的展现上来看，顶上战争的厚重是至今无法被超越的，不光是因为艾斯和白胡子的死，前面还铺垫了卡普和艾斯的感情，艾斯和白胡子的感情，路飞和艾斯的感情，白胡子和船员的感情等等。在这场战争作为生离死别的大背景下，这些感情更能让人感动。尾田就是要把你给整哭。另外还有赤犬对自己正义的执念，卡普在正义和亲情之间的两难，科比对这场正义战争的反思，也足以让人思考。鬼岛这边不能要求他去媲美顶上战争的厚重感，除了草帽团之间互相信任作为托底，情感方面和顶上战争不是一个类型上的。顶上战争是旧时代的落幕，鬼岛大战是新时代的崛起，一个注定是意难平的悲剧，一个是理所应当的圆满，喜欢哪种其实也看个人。不过顶上战争和鬼岛大战还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有一个各处搞事情游走无比风光的外援。顶上战争是老沙，鬼岛是马尔科，都有一个人用看似很搞笑的方式封神的人。顶上战争是开直播并对四皇出言不逊的大神巴基，鬼岛是到处喂丸子还哄四皇开心的玉皇大帝小玉。当然海贼王最后还有一场巨大战争，剩下的2个四皇团该登场了。